大家好，我是 A 夫。昨天美国那场1-4把我打醒了，所以今天这条前面我快速认个账，重点全在后头。我干脆花了大半天把整个模型推倒重做了一遍。改完之后这模型有点飘了，明天2场他给的胜负全跟庄家对着干。等会儿你就看到，先把昨天的账快速结了。美国打比利时1-4，前面我也说过巴勒贡红牌撤销能上，这条消息一进来，模型就把美国的赢面抬了上去。我也跟着重录了视频，看好美国，结果被打了个稀烂。病根在模型身上，他对单个变量太敏感。巴勒贡一个人分量就被他放在老大，把比利时那条中前场给看清了。再说另一场葡萄牙打西班牙那场德比，模型压的是西班牙赢，西班牙补时一脚1-0绝杀，方向压对了。比分我不多说，但赛后有个画面我得停一下。中场哨一响，葡萄牙出局，镜头给到 C 罗，那个平时场上最要强的人，一个人站在草皮上，眼眶红了，眼泪在眼睛里打转。41岁了，这很可能就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说实话，看着他那个背影往球员通道里走，我一个大老爷们儿鼻子也有点发酸。咱们这代人多少是看着他跟梅西的球长大的，一晃眼青春就跟着这一场球散场了。足球就是这么残酷，再大的巨星也有谢幕那一天。好，不煽情了，收住，一喜一悲，今天就翻篇了。好，重点来了，说说我这半天到底干了啥。我给模型判断强弱的内核换了一套更硬的。老模型给一支队定强度，靠的是一套偏粗偏软的估算，所以容易被单个变量单条消息拽着走。美国那场就栽在这儿，这次我改成硬碰硬。一支队强不强不看名气，不看排名，直接看他在本届世界杯真刀真枪踢进了多少球，拿这个真实数据说话。踢得进就是强，踢不进牌面再大也没用。强度定完，一场球老老实实用蒙特卡洛跑5万次，把各种可能的比分都模拟一遍。我还加了防穿越，他只准用赛前的数据，绝不许偷看已经踢完的结果，不然那不叫预测，那叫作弊。等于说我把那些偏软容易上头的成分从模型里尽量抠干净了。它现在算出来的每一个数不管准不准都是拿真实进球硬跑出来的，不是谁拍脑袋拍的。改完之后最有意思的地方来了，这台机器开始跟庄家唱反调了。先看明天第一场阿根廷打埃及，庄家几乎一边倒给阿根廷6-9，基本当成稳过。可我这台新模型只给阿根廷5-9，足足比庄家低了10个点，反手把埃及的赢面抬到了将近2成。为啥这么降？因为埃及有萨拉赫，这一路走到16强，基本就靠他一个人扛他家的人，更别说埃及那门将上一轮点球大战一个人把澳大利亚给扑回了家，是个货真价实的点球英雄。再加上阿根廷自己也不干净，上一轮被佛得角那匹黑马死死拖进了加时才险胜，压根儿不是那种碾压的状态。模型把这些冷冰冰的数据一摆，就觉得庄家把埃及看得太扁了。但这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地方，我得给你交个底。模型归模型，我个人还是非常非常看好阿根廷的。你想啊，那是卫冕冠军，是梅西，是阿尔瓦雷斯、劳塔罗，一整条锋线，大赛的底子和经验都摆在那儿。所以明天这一场说白了就是我跟我自己亲手造的这台模型当众意见分歧了。他比我冷静，比我谨慎，我比他上头，比他乐观。到底是我这个人准，还是我这台机器准？明天一起见分晓。第二场更狠，瑞士打哥伦比亚。这场庄家看好哥伦比亚，给到4-2，道理也简单，人家有利物浦的路易斯·迪亚斯，有那个老10号哈梅斯，球星牌面响当当。可我这模型名气看都不看，直接把票投给了瑞士。凭啥？就凭那条硬规矩，只认真实进球。瑞士这一届场均能进2个半球，火力是实打实踢出来的。哥伦比亚球星适量，可你翻他本届的账，场均才进1个多球。模型的逻辑特别冷，名气不能当饭吃，谁真能把球捅进网窝谁就强，所以他顶着庄家把瑞士抬到了前头。这一场是我这台机器跟整个盘口彻彻底底对着干，我也捏把汗。这要是错了，又是响亮的一巴掌。2场全跟庄家反着来，这就是我熬这半天重造这台模型的意义。我不想让他再跟着盘口人云亦云，我想让他敢有自己的判断，哪怕这判断是逆着所有人的。至于他到底是真有本事还是又要翻车，我现在一句准话都不敢给。所以明天咱们就一起盯着这2场看，看是我这台重造的机器准，还是那帮庄家准。今天就这些，重点盯阿根廷那场，看我这个人跟我这台模型到底谁看走了眼。明天回来好的孬的我一场一场认啊，觉得这事儿有点意思的，顺手点个订阅，咱明天见。